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当地时间11月30号在阿联酋迪拜开幕，会期长达2周。公约秘书处指出，今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现在正是兑现气候承诺的决定性时刻。大会期间，中国奖活动备受各国关注。中国提出哪些主张？欺骗合作也是中美合作的重要一环。中美携手将给全球治理注入哪些积极因素？来看报道。本次大会的英文缩写是 COP28， 会期计划从11月30号持续至12月12号，有超过7万人参加。COP28 在开幕第一天就取得了突破，打破去年以来的僵局，正式批准了损失与损害基金协议。该协议将促使发达国家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初期将由联合国成立的过渡委员会来进行管理。And on loss and damage, I know how important this issue is to the parties, particularly to the most vulnerable, must now be delivered and actioned here in Dubai. 贾比尔是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长，也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集团总裁。他代表阿联酋政府承诺将向基金提供1亿美元的资金。此外，德国承诺1亿美元，欧盟承诺2.25亿美元。目前，该基金的总承诺出资额为4.25亿美元。多国表示将在未来几天提出具体的出资额度，但外界预计总额将远低于最初设想的1000亿美元规模。实际上，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的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根据联合国201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203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可能使脆弱国家损失2900亿至5800亿美元。总部设在波恩的非政府组织气候行动网络的全球政治战略负责人辛格认为，由于出资规定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并不有利。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曾在2009年承诺，最迟在2020年每年集体拨款1000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协助他们采取气候行动，但至今仍未落实。加比尔在早前写给参与国的信中，就促请发达国家兑现这个承诺，同时为新的金融协议设定框架。深圳卫视注意到，损失与损害基金属于2015年巴黎协定条款的规定事项，去年在埃及举办的 COP27 上确认成立，这也被外界认为是 COP27 的唯一成果。但随后各国在协议的文本上产生较大分歧。实际上，巴黎协定提出设立3个基金，除了损失与损害基金之外，还有气候基金和适应资金。巴黎协定还规定，对于这3个国际基金，发达国家都负有出资的责任和义务，发展中国家自愿出资。需要指出的是 ，COP28 达成的只是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启动协议，很多具体细节仍未厘清，尤其是在基金由谁管理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巨大。发达国家主张交给世界银行管理，但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世界银行的影响力过大，因此他们担心，一旦将攸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损失与损害基金交给世界银行管理，将不可避免地扩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权，因此希望由独立机构管理损失与损害基金。长期以来呢，如何对发展中国家蒙受的相关的损失与损害进行补偿啊，实际上呢，有关国家呢一直很难达成一致，尤其是呢一些发达国家，实际上呢它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国际担当。此次呢 COP28 成员国呢就此能够达成一致，可以说呢是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可以说解决了多年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机制呢难以突破的重点问题。COP28 在中东的迪拜举行，也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德国媒体报道称，化石能源如石油是中东多国的经济命脉，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双碳目标损坏了这些国家的利益。此外，天然气被欧盟视为清洁能源，但北溪2号管道被炸，导致欧洲天然气供应链危机，因此价格大涨，这些都不利于欧洲能源转型的推进。除了资金问题，迪拜 COP28 还面临政治难题。根据2015年的巴黎协定，本次大会盘点过去几年中各国为推进把全球暖化幅度维持在1.5摄氏度的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但这一工作困难重重，在相互评估以及最终报告的措辞上将引发外交角力。
中方高度重视 COP28。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宣布，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11月30号至12月2号赴阿联酋出席世界气候行动峰会。11月30号，丁薛祥在迪拜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丁薛祥赞赏阿方为筹备 COP28 所做努力，祝贺阿联酋加入金砖国家大家庭，认同阿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值得注意的是，丁薛祥还谈及中方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他强调，中方呼吁相关各方立即停火止战，保护平民，防止冲突扩大。中国将继续站在和平公道一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维护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推动早日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COP28 上，中方立场备受外界瞩目。大会还按照惯例举办中国角活动。在30号中国角开幕当天，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的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已成为风电、光伏设备和动力电池主要供应国，推动了全球可再生能源部署成本大幅下降。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务实的行动和南北合作的举措，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角主题活动始于2011年的南非德班会议，已有13年历史，规模不断扩大。今年的中国角设有9个边会主题日，总计将举办100余场边会活动，受到与会人士的欢迎。And I love this slogan, "Beautiful China", because it's not negative. It's not about all the problems. It's about creating a positive vision for the land. 中美合作进行全球气候治理是近年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最受关注的焦点。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前往迪拜前，美国气候特使克里通过媒体放风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合作，推动这次联合国气候谈判取得成功。中方也透露，将继续与美方在 COP28 期间对话交流，推动大会取得积极务实成果。中方此次参会，一方面呢体现了中国呢作为一个发展大国的传统立场，那就是在相关的问题上呢，一定要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也在发挥了越来越多的沟通桥梁作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气候磋商频繁。今年7月，克里访华；11月，谢振华回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阳光之乡与克里进行磋商。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外界认为，这是近2年来中美成果最为丰硕的联合声明之一，包括25大项。两国还宣布启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重启中美效能论坛，重启双边能源政策和战略对话等。观察指出，气变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低敏感领域，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国关系大气候的影响。实际上，拜登政府也曾提出过价值2万亿美元的绿色技术设施和就业计划，显示了对绿色能源转型的重视。但美国一边打压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等绿色能源产品，一边又说要与中国进行气变合作，实际上令美国的绿色能源转型制造了重重困难。Perhaps in slightly different ways that competition is certainly inevitable at this point, but I think from a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 that at the same time, engagement and ideally cooperation is essential. So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气候变化问题呢，不仅需要国际合作也不仅需要国际机制框架内的合作，它也需要呢各国的相关产业能够随着环境保护的要求呢不断向前提升。近年来呢，无论是绿色农业，还是智能汽车，还是清洁能源，实际上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高科技前沿。如果说两国能够在这些前沿的产业领域和科技领域呢，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合作，而不是简单的采取传统的地缘政治视角内的竞争姿态，那么实际上对于相关产业、相关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具有非常好的作用。随着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日趋成熟，人工智能管理也成为全球焦点。外界尤其担忧，人工智能在军事方面的应用一旦失控，将严重冲击目前的国际安全格局。也有观察认为，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参与了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在最近一次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呼吁各国共同规范发展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中方高度重视人工智能
军事应用带来的安全风险，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对在军事领域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反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危害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在11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强调，中方愿按照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就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发展规范寻求共识，避免相关武器系统的误用、滥用甚至恶用，确保有关武器系统永远处于人类控制之下。深圳卫视注意到，半个月前，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了20多项共识，其中人工智能议题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两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据美媒商业内幕报道，在核武器部署与控制领域限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合作点。此外，无人机等人工智能主导的自主武器系统在冲突中的扩散问题也受到中美高层的重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安顾问安妮·纽伯格对美国媒体证实，中美在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制定该领域的适当护栏和指导方针方面有非常好的讨论。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向深圳卫视表示，作为军事人工智能技术的前身，军事自动化技术就差点酿成灾难性后果，这是必须杜绝的。其实1979年的11月9号，当时美国整个这个防御等级，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红色警戒，就它的等级提高了最高。为什么？就是美国当时国防部的这种自动化的预警系统突然宣称，这个苏联方面向美国发动了全面的核打击。那么事后证明，是因为操作人员把这个错误的磁带插入了计算机里面，导致了这个计算机的一个误报。11月初，英国主办了首次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包括美国、中国以及欧盟在内的超过25个与会方签署了首个全球性人工智能领域的声明——布莱切利宣言。重点在于识别人工智能产生的共同关注风险，建立对风险的科学认知，并制定跨国风险缓解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举办前，英国国内甚至出现了是否邀请中方参与的争辩，但最后该国首相苏纳克表示，邀请中国参加是正确的决定。事实上，英国媒体普遍认为，假如缺少中方与会，英国主办的这次会议将无法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刚刚与世长辞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十分关注人工智能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他生前曾多次强调，人工智能的武器化将是国际关系的新变量。他认为，常规武器甚至核武器的杀伤力都有天花板，但一旦和人工智能结合，智能化的核武器足以将参战的任何一方消灭。I'm very concerned with AI. Once its machines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which will certainly happen within 5 years, then it becomes almost a species problem of whether the human species can retain its individuality in the face of this competition that it itself has created. 今年10月，基辛格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他生前最后一篇有关人工智能军控的文章，题为《人工智能军控之路：美中两国必须共同努力避免灾难》。他分析指，人工智能与传统武器，包括核武器之间有显著差异。核技术是由政府主导，而人工智能的进步则是由私营企业家、技术专家和各类公司推动。当这些私人行为者在风险和回报之间进行权衡时，国家利益肯定会被低估。基辛格提醒，目前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唯二的拥有训练最复杂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人才、研究机构和大规模计算能力的国家。美中之间存在机会窗口，来合作管控人工智能的危险应用。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个全球人工智能秩序，这方面的工作应该从国家努力开始，以防止人工智能最危险和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基辛格担心的灾难性后果正逐步在技术上实现。美国空军人工智能测试和行动计划主管官员塔克·汉密尔顿在今年5月由英国皇家航空学会主办的一次未来空战主题会议上表示，在一次模拟演练中，人工智能系统操控无人机搜寻和瞄准敌方地空导弹系统，按照设定，如果摧毁目标就会得分。然而，为达成目标，人工智能采用了难以想象的策略。
汉密尔顿说，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十分骇人听闻。当系统判定人类操控员的指令将阻碍得分时，人工智能将选择干掉人类操控员的做法。在发现这一安全漏洞后，美军修改了得分规则，但人工智能随后又进化出新策略，下达了摧毁通信塔的指令，以阻止人类操控员与武装无人机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场景与好莱坞大片《终结者》系列电影十分类似。《终结者》描述了人工智能武器奴役人类的可怕场景，警告人们必须对其保持警惕。实际上，根据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今年10月的报道，美国是全球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国家。早在2003年，美军就进行了人类史上首次人工智能参与的军演。近年来，美军已经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实战。2020年1月3号凌晨，美军用 MQ-9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刺杀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分析指出，美军正是通过大量采集、分析其生活习惯情报数据，侦查、监视其行为数据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数据，实现了提前预判、巡航锁定、捕获跟踪、精准击杀的整体战术目标。还有媒体报道指，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方广泛使用军用无人机和气球从空中监视巴勒斯坦人，收集相关数据。以色列国防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识别并打击了加沙地带1.1万多个目标，包括在1天内发现并摧毁了150个隧道。此外，无人机蜂群技术也多次被应用在俄乌冲突中。双方均希望通过大量的小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凭借隐蔽性和突然性，实现快速灵活的打击。应该来说，人工智能技术或者叫 AI 技术，在战场上的使用的深度和广度，可能要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而且现在呢，这个对于 AI 技术的使用，包括你的这个工业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决定战场的胜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证实，中美正在贯彻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致力恢复两军沟通。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中美两军中断的这个交流沟通能不能恢复？如何来恢复？这呢是关乎两军关系能不能稳下来的一个重要议程，也是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一个关键的面向，是美方近段时间呢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议程。众所周知，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也可能是最危险的部分。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一个现实的案例。现在美国媒体包括普罗大众都公认，上届大选过后，特朗普在白宫的那一段最后的时光是当代美国的一个非常凶险期。那么在任总统拒绝承认对手胜选，来自全美各地的支持者甚至暴力冲击国会山。但是呢，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即便是在那种危机四伏的美国黑暗期，那么当时的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还是2度向解放军对应的高级将领来致电，做出沟通再确认华盛顿之乱不会冲击影响到美军管理与军事运作。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当时米利认定不得不打的这一通关键沟通电话打不通怎么办？没人接怎么办？从昨天国防部记者会文字实录来看，全场提问呢20多个，其中近半都是在聚焦中美两军关系相关的话题，显见中外记者对此是高度关注的。去年因为佩洛西悍然登台被中方取消的中美两军交流3大工作机制进入到实操恢复阶段，中美两军高层的沟通障碍也已经扫除，未来在多边场合两国防长握手不会谈的尴尬场景，大概率是不会重演了。但是呢，我也注意到昨天最后一个记者的提问相当耐人寻味，也道出了不少人的合理关切。记者会上那么多提问都是在关乎美国对台湾以及南海问题的介入，甚至是军事介入，那么这会不会冲击全面恢复中美两军关系的基础呢？吴谦对此回应时呢，就再度强调，平等和尊重是基本的前提。所以美方现在尤其应该重温并且来反思当初两军关系到底是因何中断的。就两国分歧的管控，中国元首呢在习拜会中呢就当面告诫，不折腾、不挑事儿、不越界。我想这3步强调，无疑是对两军关系极具针对性。那么如果未来在中方最核心的利益和重大关切上，美方执意来折腾、来挑事儿、
来越界，类似佩洛西登台闹剧再度重演，那么前提基础必然就不复存在了。中美联军好不容易恢复重建的军事交流，一定呢也会再度的中断。无线昨天也披露，中国正就规范人工智能军用化，避免相关武器系统误用、滥用甚至恶用，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那您对此又如何分析呢？吴谦就人工智能武器化这样一个重大议题表态，强调解放军正在与各方交流合作。那么既然是各方，肯定包括在人工智能及其军事应用领域走在最前列的美国。我认为刚刚转身离去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平生一半时间都在为中美关系在奔走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如果在天有灵，也一定乐见这样一个重要进展。我昨天在节目中谈到，100岁老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的头号关切就是人工智能领域，他仍然在为全人类的未来在做深切的思考。就在10月，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刊出他与哈佛大学名教授艾利森的合署文章《The Path to AI Arms Control》，通向人工智能军控之路。那么这堪称是一代战略大师一生浩瀚著述的最后的据点，也是他终其战略绝学对世界的最后的忠告。那么这篇重磅文章，他的另一位合署作者艾利森教授呢，正是修昔底德陷阱说的首度倡导者。那么这2位美国的战略大家警告，美中2国必须要在人工智能军控领域来联手合作，要坚决防止人工智能彻底掌控接管核武的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也应该避免出现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那么长文将美国以及中国定义为 The Two AI Superpowers， 是2个 AI 的超级大国。那么对于中美在这个领域的对话和行动寄予厚望，强调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未来。事实上呢，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应用和进展已经成为当下国际战略界的一个显学课题。就在基辛格最后一座刊文发布11天之后，曾经在五角大楼当过3年副房长，主管过美国防务政策的米歇尔·弗拉洛伊女士，她呢也在外交事务刊发题为 AI is already at war， 也就是人工智能业已参战的这样一篇长文。他的结论比基辛格老人要激进得多，甚至呢非常危险。那么这位疯传曾经和奥斯汀竞逐过美国防长大卫的这个强势人物就断言，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安全革命，在重塑全球军队。那么在这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军际竞争中，美国不能输，美国不能输掉关乎国家安全未来的 AI 之战。当然了，基于强势竞争的这个直链，弗拉洛伊他这篇文章也将中国作为头号的标靶。在我看来，基辛格生前最后著述寄望美中的对话合作，和弗拉洛伊他的竞争的鼓吹，构成了人工智能武器化议程的2极的面向和取态。从这样一种意义来说，吴谦昨天的积极回应令人鼓舞。如果说昨天最后那位提问记者他格外关切中美在台湾、在南海议题上的分歧与碰撞会不会削弱、冲击到中美两军关系的基础，那么在人工智能武器化的这个议程上展开对话，寻求合作，完全有可能打开中美两军关系的互信与合作的空间。我认为这一定也会是基辛格博士最乐见的一个态势发展。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11月30号，商务部宣布将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开展复审调查。消息一出，立刻在澳大利亚引发强烈反响。澳国内舆论认为这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步骤之一。针对后续还涉及哪些调查程序，中方是否将终止双反措施，商务部发言人束学庭也作出回应。此前，应国内葡萄酒业相关方面申请，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于2021年3月裁定澳葡萄酒存在倾销和补贴，决定对其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税率在116.2%至218.4%之间。
今年10月31号，澳大利亚葡萄和葡萄酒协会向中国商务部提交复审申请，认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请求中方进行复审，并根据复审结果取消措施。在商务部11月30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束觉庭介绍，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达成妥善解决世贸争端的共识。商务部对申请人的主张及其所附证据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符合立案条件和证据要求，决定接受申请，自2023年11月30号进行复审调查。后续，商务部将依法开展复审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根据对各利害关系方的主张及其证据的审查结果，作出客观、公平、公正的裁决。这说明中国与澳大利亚在解决葡萄酒贸易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么自去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以来，它的对华政策呢逐渐回归理性和务实，中澳关系开始解冻。那么双方对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也包括贸易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磋商，达成了解决共识。那么这次中国商务部宣布对葡萄酒进行复审，也是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曾一度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实施零关税，优惠措施也让中国一度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最大进口国。但2021年，澳大利亚舒华葡萄酒被裁定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因此被征收约200%的关税，断崖式丢失中国市场份额。2020年，澳葡萄酒在华销售额曾高达人民币42.18亿元，今年6月已跌至人民币3805万元。由于找不到足够大规模的替代市场，也让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快速萎缩。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最新报告，2022至2023年度，该国葡萄酒产量为9.64亿升，同比下降26%，跌至16年来最低水平。英国卫报报道称，截至今年8月，澳葡萄酒供应过剩已超28亿瓶，相当于859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超量库存和严重的供过于求，澳葡萄酒生产商十分渴望重回中国市场。澳大利亚业界对中国商务部新发布的消息反响热烈，澳媒普遍对中国取消对澳葡萄酒的双反措施持乐观预期。澳联社11月30号报道称，中方这一举措备受期待，也是推动改善两国关系的一部分。Well, it's the best news we've had for quite some time. The industry's going through a pretty tough time at the moment. But yeah, the door is now open. We really need to be back in that market, I think. 天瑞酒庄是澳大利亚顶尖葡萄酒品牌，其负责人布鲁斯透露，虽然产品在过去几年难回中国市场，但他们从未与中国经销商中断过联系。If you're forever looking at negatives down the track, you never ever go forward. So yeah, we'll be there. We're already, and we've never lost contact with our various Chinese customers and distributors. So we've kept that door open through the whole of this 3 or 4 years. So we're sort of ready to go. 外界注意到，近段时间中澳两国关系进展平稳，从快速复航到归还文物，从重启中澳高级别对话到结束对中企达尔文港项目安全审查，再到友好协商解决多项贸易争端，中澳政府推动务实合作，实现两国关系止跌回稳。特别是澳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初访华，并带领一系列澳大利亚龙头企业出席第6届进博会，为中澳关系回暖再添一把力。农产品是澳大利亚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之一。今年8月，中国商务部宣布取消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双反措施，为澳农业重新获得中国市场份额打开大门。10月，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31.37万吨大麦，价值6.35亿元人民币。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认为，中方此次复查对澳葡萄酒的关税，预计将成为彻底取消针对澳产品进口制裁的最后重要一步。报道还提及，除葡萄酒外，目前澳龙虾和牛肉对华出口仍受到限制。观察指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市场需求也发生较大变化。例如，此前中国已经恢复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但中国在气变、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正迅速扩大，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澳大利亚煤炭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会扩大，反而会下降。目前的数字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在更多领域，中澳的贸易结构也正在出现新变化。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援引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前5大企业的投资趋势很显著地转向可再生能源，以实现减排目标。而持续的巨额投资让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在全球处于领跑地位。澳大利亚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例如寻求与中国在能源行业转型等方面加强合作，从而保证未来经济和能源的安全自主。
澳大利亚的煤炭、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非常的丰富，不仅足够自用，而且可以大量出口。这也导致了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就不是很积极，这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很多批评。那么在这一方面呢，那么中国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在清洁能源领域有很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中澳之间确实可以有很多的合作空间。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澳大利亚市场对中国电动汽车的需求大增。今年1至9月，澳大利亚市场上的中国品牌汽车销量达14.5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75%，其中电动汽车销量占比过半。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预计，今年年中中国汽车对澳出口数量有望突破22万辆，将再创历史新高。此外，由于澳大利亚自去年开始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出台电动汽车购置补贴，提高了民众的购车积极性，中国电动汽车在澳大利亚的销售前景被进一步看好，未来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越来越多的中国生产的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开始出口到澳大利亚，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电动汽车，那么这也有利于丰富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类别，那么也有利于中澳贸易的这个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澳大利亚走清洁能源转型。美国联邦检方近日就一起在美国境内暗杀锡克教分离主义者未遂案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幕后主使是一名印度官员，并肯定这起案件与今年6月发生在加拿大境内的锡克教领袖尼贾尔遇刺案有关联。但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形同双标。在拜登政府极力拉拢印度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检方这次公诉将对美印关系造成何种冲击？来看报道。美国纽约市联邦检方29号以受雇杀人等罪名对52岁的印度籍男子尼希尔·古普塔提起公诉，但未起诉作为本案首脑的印度官员。起诉书以 CC1 指代这名官员，称他曾在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服役，现为负责安全管理和情报的高级外勤官员，受雇于印度政府，在印度策划相关暗杀。据报道，这名印度官员及其被雇佣的古普塔要暗杀的目标是由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锡克教正义组织总法律顾问潘农。在起诉书公开当天，潘农还公开露面，并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透露，自己对所处的危险处境一直知情。The Modi regime has sent hitmen to kill me. I know my life is in danger and they wanted to kill me. 根据美国检方公布的起诉书，印度官员幕后策划暗杀潘农一事在5月便开始进行。当时古普塔在印度官员的支持下联系了一名犯罪同伙，殊不知遭到美方钓鱼执法，因为这名所谓犯罪同伙正是美国毒品管制局安插的线人。另外，美方还顺势安排了一名卧底探员冒充杀手，并开价10万美元诱使古普塔等人上套。在印度官员同意这一价格后，6月9号，古普塔为杀手汇去了1.5万美元的预付款，留下了确凿的证据。6月30号，古普塔在捷克被捕。面对美方的指控，印度方面矢口否认，但相比当时与加拿大互相驱逐外交官的激烈行动相比，态度已经软化。印度外交部在美国检方起诉书公布前发声明称，严肃对待美方分享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也侵犯了印度国家安全利益，已成立高级别调查委员会对这一问题展开彻查。As regards the case against an individual that has been filed in a U.S. court, allegedly linking him to an Indian official, this is a matter of concern. We have said, and let me reiterate, that this is also contrary to government policy. 据美联社披露，美国政府早在今年7月下旬就获悉了暗杀潘农一事，并在多个场合对印度方面提起此事。美国总统拜登曾委派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亲赴印度传达信息，强调美国不会容忍这样的行动。甚至在今年9月于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G20 峰会上，拜登还曾与印度总理莫迪面谈过此事。不过，双方都决定隐瞒此事。观察指出，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将使得拜登面临更大的压力，后者一直寻求加深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因为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来制衡俄罗斯和中国。More evidence is coming out that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ave been trying to give India an off-ramp on this. They don't want this to completely dominate the relationship. They spoke to India privately. They wanted this investigation to begin with.
纽约时报曝光了更多白宫隐瞒此事的细节。该报援引白宫匿名官员的话透露，在7月被告知所谓雇凶杀人阴谋后，一些白宫官员对印度冒着破坏两国关系风险实施如此无耻的计划表示惊讶，甚至难以置信。官员们说，部分白宫顾问私下里对当初向印度发出国事访问邀请表示遗憾，但在公开场合，这一插曲并没有造成美印关系破裂。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检方公布起诉书后，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0号立即进行灭火。This is an ongoing legal matter, so you'll understand I can't comment on it in detail. I can say that this is something we take very seriously. 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同日的记者会上也被问及此事，但他顾左右而言他，强调美国政府将继续改善和加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India remains a strategic partner,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at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India. 美国、西方和印度特别是这么近几年来吧，在战略层面、地缘政治层面有很多共同的点，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些共识，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可能不会根本上影响美国跟印度的关系。最重要的呢，美国为了推行它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印太战略，它呢是极力的拉拢扶植印度，所以呢，我想呢，大概也不至于因为这些问题就是说会根本上影响他们在那个更大范围呢、更重要的问题上的合作。但是呢，对那个他们的合作的进程添加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或者说呢一些影响他们这个合作的将来的推进。实际上，被美国检方人赃并获的这起暗杀未遂案，也在加拿大引发轩然大波。今年6月，加拿大一名锡克教领袖也在光天化日下遭暗杀身亡。加拿大认为此事事关国家主权、宗教自由和人身安全，强烈谴责印度。当时双方还打起了外交战，互相驱逐外交官。印度还宣布暂停在加拿大的签证服务，但其后在美方的施压下，此事不了了之。得知美国也发生了类似案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立即发表了电视讲话，再次谴责印度。The news coming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 underscores w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ich is that India needs to take this seriously. The Indian government needs to work with us to ensure that we're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美国联邦检方就一起在美境内暗杀印度锡克教分离主义者未遂案件提起公诉。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其实，在这起案件中，虽然站在被告席与审判台上的是受印度特工操控杀害锡克教教徒潘龙的印度籍男子古普塔，但是真正感到尴尬，甚至面临着道德与良知审判的，不仅仅包括印度政府，还包括拜登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指控印度特工策划并实施了尼加尔遭枪击案时，莫迪政府不仅拒不承认，反而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驱逐了加拿大的外交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为了拉拢印度，推销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不仅没有站在加拿大一边谴责印度，反而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帮着压制印加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次印度情报部门暗杀锡克教徒的行为，不仅从加拿大扩展到了美国境内，而且印度情报部门还被美国情报部门人赃俱获，抵赖不掉了。而更为让拜登政府感到尴尬的是，这起案件已经正式进入了美国的司法程序，拜登政府想瞒都瞒不住了。而印方的这一行为也就再度证明了我早前的判断，即虽然印度跟西方国家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同时也虽然印度被号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印度不仅在人权保障与法治建设方面仍然远远没有达到西方国家的要求，而且在行事方式方面也跟西方国家要求的所谓国际通行规则相距甚远，甚至仍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前现代国家色彩。那您觉得美国检方公开指认印度官员参与暗杀阴谋，接下来会不会冲击到美国正在实施的印太战略呢？
在早前加拿大和印度因为锡克教教徒尼加尔遭枪击案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闹到了相互驱逐外交官地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由于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当前千事万事唯有拉拢印度，推行印太战略，共同对抗中国为大。在这个大战略与大局面前，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让路。再加上由于印度国内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的国家与民族心态比较脆弱，比较好面子，这些都注定了美印关系是经不起考验和冲击的。所以拜登政府一定会压制住加拿大，避免伤及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虽然印度情报部门追击与暗杀锡克教徒的行为已经扩展到了美国境内，但是我认为拜登政府为了所谓的大局，仍然会尽量控制事态的发展，以免影响了印太战略的大局。而且这一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第一，早在今年6月初，美国情报部门就掌握了印度特工准备在美国境内暗杀潘龙的计划。然而，由于莫迪总理6月22号要访问美国，为了害怕伤害莫迪的面子以及影响美印关系，美国情报部门等到6月30号才抓捕了已经逃往捷克的印度杀手古普塔。第二，当时正值加拿大指控印度在幕后策划并实施了尼加尔遭枪击案，而印度拒不承认的时候。然而，拜登政府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对印度落井下石，也没有站出来为加拿大两肋插刀，将这一人赃俱获的案情公之于众。第三，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像加拿大那样谴责印度，更没有像加拿大那样驱逐印度的外交官。同时，美印关系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如火如荼，打成一片了。拜登还如期前往印度出席了20国集团峰会，并将美印关系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了，或许是因为被人家人赃俱获的缘故，又或许是为了顾全印太战略的大局，莫迪政府这次也一改过往对待加拿大的那股狠劲，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服了软，表示将会成立一个高级别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起案件。可以预料，这个高级别调查委员会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定是这件事情跟莫迪政府无关，属于个别情报人员的擅自妄为，而拜登政府也最终会接受这一调查结果。这些都意味着拜登与莫迪两个人一定会搓圆这件事情，以免冲击到印太战略的大局。那拜登政府包庇印度情报部门在美国境内暗杀锡克教徒的行为，接下来又会对美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直主张，我们在舆论与道义战上反制美国的时候，与其直接攻击美国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美国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来检视美国的行为。基于这一思路，针对拜登政府包庇印度情报部门在美国境内暗杀锡克教徒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向美方提出这么几大疑问。第一个是，自从立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对外高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外交牌，以及高举人权牌。可是这个牌子为什么一碰到印度，需要印度帮助推动印太战略的时候就不管用了？你们打的究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外交牌，还是机会主义与功利主义外交牌？那么第二，这些年来你们口口声声声称推行印太战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印度情报机构在西方国家内部大肆追杀锡克教徒，基于的又是什么样的国际规则？第三，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号召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打击恐怖主义，并且为此没有少谴责俄罗斯与伊朗等国家，甚至还为此对阿富汗塔利班发动了反恐战争。那这次碰到人赃俱获的印度，你们为什么不出声了？第四，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倡导宗教信仰自由，那面对印度将手伸到了西方国家内部打击锡克教的行为，你们为什么选择了和稀泥？